夫妻谎言大对决。买了超贵限量品，该跟另一半实话实说吗？补得回去就不用讲实话。你这个都要骗，你还有什么不会骗12000的，我可以说我买1200啊。我干嘛？我奇怪，我又不是买不起。哦，那就3000块1折，就这样就过了。小事说谎的人其实不太聪明。我会觉得小事说谎没关系，大事不要说。那你快离了，快离了。没有。真理跟综艺大哥私约，意外露馅，没人能救。瓜哥就约了我打麻将，约下午1点，那我就叫公司传个信息来，我就说，我没有工作，因为我忘了交学乖，我说我答应了，所以呢，我妈妈不能去，爸爸可以去啊。然后呢，他去观摩之后，他就打了个电话给我，瓜哥就看到电话上面写西德，他就把它接起来，喂，完蛋了。他们这个问题，邱永宁都不见得可以处理得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一屋子的说谎高，不是那个被迫要向另一半说谎的来宾们啊，被迫。到底他们说这些谎是心怀不轨，还是情有可原？我们欢迎他们，介绍我们这边，真理、佩佩。欢迎我这边的主雄班杰，还有心理专家邱永宁老师。好，欢迎3位女王团的代表，小胖莹、陈燕婷、Annie。欢迎3位一屋子说谎高手啊。善意的谎言大家都知道，骗嘛，谁喜欢被骗？我们有数据显示啊，数据还相当的高。2024年呢，有个两性关系大调查，有调查显示，有高达74%的台湾已婚男女承认哦，就是他们承认哦，这么高，在婚姻中曾经说过言不由衷的谎言，快80%。像是什么样的谎言呢？比如说呢？对方料理明明不好吃，还是要说好吃。还有呢？蛮实际的支出消费，常有，有没有？有。还有假装有在听对方讲话。到底夫妻之间的哪些谎话不该说，有哪些谎话又必须说了，可能会比较幸福？好难哦。今天我们来集体治疗一下。好，首先进行女王大调查。夫妻相处这些谎到底该不该说呢？今天现场呢，大家结婚最少的是快2年，主雄啊，结婚最久的是真丽22年，多了你快20年，所以他说的谎绝对比你们多。你今天肯定刚又请教了一下，刚他说的谎比你吃的饭还多。对啊，你好好练习一下。好，弟弟，我跟老公的金钱收入是共有的。OK 最近和老公正在计划买房。但我在商场看见一双超级喜欢、售价要12000元的限量鞋，忍不住就手滑了。回家之后，老公发现我的新鞋子，问我这鞋子花多少钱。讲真实的价钱，他一定会生气；但说谎，我又担心会被抓包。请问，我该跟老公实话实说吗？实话实说还是不？请举牌。真丽姐不意外呢哈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圈？我才觉得很意外，这么多圈让我觉得很意外。6比4，其实我差一点就举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就一般收入来说，一双12000块的鞋不少。而且是财产是共有。而且买房少说也要签个800万的，这随便都要准备一下300-500万的投机款。你就花12000块，搞不好那是我们1个礼拜的菜钱呢。所以才不能实话实说啊。但是我后来想想，这个不说，未来大条了。你这个都要骗，你还有什么不会骗？被发现你可以有很多借口啊，朋友买的，然后卖我2手啊，我2手买到的啊。哎呦，对啊，哎呦，再讲一个谎去圆你这个一定要的。通常讲一个谎要讲10个谎才可以，这应该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为什么会 cue 他先讲呢？他是我们这边这一屋子的老司机啊。我怎么请老司机先说？老司机吗？我觉得补得回去就不用讲实话。那他看那双鞋，他看到了。因为每个人都有，对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啊。我要就是避免吵架的话，我还是要满足我自己，我要让自己开心啊。朱兄，你这鞋子很漂亮。好像啊，有点像。朱兄，我喜欢你这双很漂亮，不便宜，你买多少钱？这个是正品，打折送的。打折。我买家里的这双鞋绝对
月超过1万块钱，你买多少钱？因为我们确实很多厂商会送我们东西。你说实话，没有你不讲实话，我去你妈！我去你妈那边问清楚哦。我觉得一方会比较计较钱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另外一方可能活得比较不自在。像那个上个月我有一个兄弟，我们要一起看拳赛，我要垫披萨，哎，我想让老婆不要煮饭嘛，我说点披萨，我老婆就说。哎，那个披萨你们要一起承担吗？每个人要吃多少披萨？不要点太多，然后什么什么。我想说，这个那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打一个我兄弟，哎，你今天要吃几块披萨吗？对，40几岁的兄弟，哎，你会吃几块？你中午吃的饱不饱？我怎么可能？披萨跟做水饺是一样的。对啊，讲好吃几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说，我就花我的2000块点一堆披萨，还没吃完，我就跟他说，哦，大家都有给钱，你放心，什么什么啊。没有给钱吗？不可能会跟他们收钱嘛。那个是12000的鞋，所以就是要想一个办法，比如说你这样，我就说哦，那个3000块1折，就这样就过了。哇哦，好草率。对，就这样，3000块1折，我没办法不买。班杰今天出门就没打算回家了。他发现之后，我们吵架的一小段时间，然后我要哄他，用不同的方法，最后也是有浪漫时光嘛，对不对？后面怎么听起来肉欲啊？那我们就血债肉偿。我觉得这边有几个关键字，第一个关键字是超级喜欢，第二个关键是限量鞋，第三个就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， 对不对？对，而且相较买房来讲，那个动辄上千万的房子，相较1万多块的鞋，我觉得这个比例是没关系，老公继续在那个漏水屋里面穿着漂亮的鞋子。不会啦，没有到那么夸张啦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能说谎？因为我是戏剧科的，我不能实话实说。我很会演戏。哦，12000的我可以说我买1200啊。哇，真的，我打1折。而且重点是这真的是1200买来的。对，就是要给自己一个信念，我是1200买的，所以我告诉我老公，这是我1200买的。然后重点是我也是管家里财务的人哦，所以基本上他不会有任何的破绽被发现，完全不会被发现。Happy Wife Happy Life， 棒哦！真的，我老公真的有这个刺青在身上，真的哇，是他自己要刺的哦。你老公很聪明。Happy Wife Happy Life。哎，你知道有一次我真的去查 Happy Husband 找不到 slogan， 后来发现世界上没有 Happy Husband， 只有 Happy Wife。我想到他有 slogan， 有 Happy Husband， 所以就是笨，就是笨才相信这一切。以我的角度来讲，我会蛮清楚我老公的个性是在于我说谎这件事情。那不如我实话实说，然后找到解决的办法跟他讲就好，这是我的想法。还比较轻松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也过，对，他真的不爽，看下一次我怎么样补回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毕竟是名牌鞋，然后你要讲出另外一个价格。我自己会，我也是那种眼神会犹豫，对，然后眼神会犹豫，对，会觉得我干嘛？我奇怪，我又不是买不起所以刚才隔壁的 Annie 说1200是不是太荒谬了？12000怎么样？我可以啊，没有啦，我诚实的跟你说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会赚得回来。精神状态完全。对。我觉得小事说谎的人其实不太聪明。我觉得小事不应该说谎。要在大事上说谎吗？对。要什么样的？何谓大事？想要犯大？何谓大事啊？例如说，你今天买的是20万的，因为小事说谎，然后如果被抓的话，通常女人太太就会觉得你连这种小事都骗我，那你大事一定也会骗我。我刚刚就这样想。那如果大事说谎呢？但是因为平常你小事不说谎，所以当大事太太指引你的时候，你就说我哪一次骗过你了？心理专家教我们。相结婚是结婚22年。哦，难怪。可是你也结婚22年。我跟你相反，我会觉得小事说谎没关系，大事不要说。那你快离了。没有，反而不会。我告诉你，有这样子祝福人家的。因为大事没有说谎。
谎小事他就不会管你，因为他就觉得你不会说谎啊，你连大事都不会说，你小事怎么会说谎？我觉得有道理耶，因为我老公从来不会觉得我说谎，因为我就是很不会说谎的人，所以他都觉得我不会说谎骗他。所以就算你说谎，他也不会发现。如果哪一天来个大的，他一定不晓得。想出来会好啦，讲出来会比较好。这个要骗好辛苦哦，对不对？对啊怎么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破坏信任关系，就更划不来了。来第二题，好，最近因为工作太累，跟老婆没有亲密行为。有一次他主动，但我其实不太想。虽然我最后还是配合了，还假装很卖力，怕自己扮演不好老公的角色。但这样一来，反倒把我自己心情弄得很累。请问，面对老婆下一次的求欢要求，我该诚实表达我没兴趣吗？准备，这个请举牌。这个理所当然了。这个一定要表演的啦。对啊，一定要。好真实的问题哦。没有，我觉得不能够在那个 moment 说，你那 moment 还是要配合演下去。你可以在没有在做那回事的时候，好好来聊说哦，我太累什么的时候。可是当下那个灭火灭下去之后，他会觉得你不爱他。可是如果在亲密行为中间被老婆发现说你没有很投入的话，就是要演到底，要演。女生比较好演嘛，男生应该比较不好演吧？对啊，男生运动细胞要够。我觉得不好演呢。对啊，男生不好演。安姐，你用演，你也是用演的啊。我因为有时候是反过来的啊，对不对？是他累，你想要啊。啊，如果你会演，他也会演。我觉得不能就等他休息完之后再来吗？他们本来就很难对上了。他们那时候他们是每个礼拜6才有，我知道。对，如果我们对，我们之前有上过节目，他说他只有礼拜6晚上有机会。我们的次数偏比较少，对，因为很容易忙小孩忙什么，他在上班，我在上班，其实要对到有这个 moment 是有一点困难。啊，只要我感受到那个讯息，我一定要让这个 moment 成立，因为我有时候我也要释放这个讯息，让他知道说，其实如果这个礼拜6这个下午他在睡觉的时候没有发生，好像我们又要等一个礼拜了哦。那这样子可以吗？他们是有约好的，一周一会。硬要演的时候真的会笑场哎，你就然后你会笑场，应该是会生气的，会笑场。不是就很尴尬啊，就硬要演啊，不觉得是件很好笑的事情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以前我们结婚刚住在一起的时候，第一天。好，他就要了嘛，我就想，好吧，一个男生可能1个礼拜，我就想可能1、2次吧，我就好第一次，啊，第2天礼拜2的时候，又要，就好没关系，可能前2天嘛，对，好 OK，礼拜3，那我就有点火要上来了，所以是每天睡在一起就要每天都要吗？然后他就会说没有啊，就没事嘛，就来一下，没事来一下，来都来了，总之。你确决没有好下场就对了，你就是诚实的讲，你干脆诚实讲，连演都不用演，对啊。我觉得培在讲的时候，真丽好羡慕的眼神哦。做一次少一次，你不知道，所以要演啊。这年纪，结婚22年不演的话，不演就没机会了，不一样。我们尽量不要分享太多鼻酸的事情。那小芳姨，我觉得结婚一阵子了，其实。跟老公会有个默契，就是比如说，当我今天想要，但是他不想要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说啊，他今天有点累，那我就懂他意思，因为我也会有，但也不想要生气嘛。对，我觉得不需要，就是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啊。为什么不实话实说？很解，就是对，就是很解嗨，会马上直接荡掉，然后你也完全也不想再动他了。可是就很累啊，我配合，我可以。他戏剧科，我戏剧科的，我可以很抓嘛。我觉得总的来讲，女生真的比较好演，男生比较不好演。因为男女真的有别，女生比较难主动，所以她偶尔主动，我如果拒绝她的话，我觉得比较伤。哦，我是这种观点。哦，所以你常配合吗？22年了，你觉得？真的假的啦？说好不分享鼻酸的。来，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，我丢了家中储藏室里一张超破烂的椅子，因为放了5年又超占空间。有一天我老公回家，突然问我：“
你有看见我爸过世前常坐的那张椅子吗？啊，他说的就是我先前丢掉的那张椅子。他说那是爸爸留下来给他重要的回忆，整个家族都在找那张椅子，忘记到底放在谁家了。请问我该承认我把那张椅子丢掉了吗？哦，好难哦。哇，这一题，哇，动摇国本的一题耶，好难。请举牌。哇，这个不用想啊，不能讲啊。好难啊！哎呦，不一样哎。你意思是什么？这个就大谎了吧？这个就是平常累积的，现在就要虚化。对，我怎么像男生啊？我是男生。你竟然会承认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感觉一定会很气，就是要老实讲啊。他永远。可是老实讲，总比被他发现好吧？他不会发现。他怎么发现？你不能说服自己没有丢那张椅子吗？已经丢掉了。已经丢了，不要承认。那张垃圾谁丢的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。说不定老公早就认定是你了。然后你还承认爆炸，那如果你拒绝他，他说不定就会好吧，真的可能是我认错。没有，像那个12000是我自己赚钱我补得回去，就不一定要跟他讲实话，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对，而且如果你不承认的话，他们就是一定有人丢掉嘛。他们就会开始怀疑，他们还在找啊，还不知道对啊，但是你家，总之就是你家人的其中一个人丢掉了嘛。那如果你不承认的话，可能会害到别人。对，还有老公本人会有观念，他会观念这件事情，他会占他的那个脑容量的一部分，所以他老公的那个脑子的效能会稍微减低。你是这样看的？对，因为老公在意的，他在意的只是那个回忆嘛。对，这样可以承认，然后好好的去沟通。你让他这样发生什么事？他要的只是那个回忆嘛。其实那个东西它已经不是实用的东西，它只是在心里的一个怀念的东西。对，它只是一种心理的寄托。那你就跟他说还在，只是不知道暂时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大家心里都好过。但如果我是那个整家族的罪魁祸首，整个家族的人，他们人心都会这样子，就是有一个。一直不能原谅，对他反而会一个心结解不开，他不甘心。其实很多人自己不开心是没办法原谅别人的错，不甘心。那刚才祖雄说呢，会连累到别人。那不管啊，那是他的事啊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如果连累到别人，搞不好别人对那个人不会像对我，比如说我老公对我就会比较凶，可是他对别人就不会那么凶，可能没那么。没那个情绪就会有差别。珍妮姐3题都是决定要说谎，我的婚姻就是一个谎言。我怎么敢承认？对啊，全家人都在找，一定有一个人丢。千古罪人。可是他现在讲那是，他讲家族，因为不知道家族有多大，万一家族就只有10个8个人呢，最后一定问得到嘛。对啊，哦，那我都怎么举这个呢？还是对。这实在太为难了，太为难哦，太为难了。好了，刚才呢就是我们的整个大概感受说谎这件事情，在每个心目中的那把尺，你怎么度量它？接下来，善意的谎言还是致命的地雷？那些我对另一半说过的谎。怀孕说谎做这事，老公爆气喊离婚。吃饭聚会嘛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他们就说，我们等下要不要续团？然后我那一天还跟我老公说，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喽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就那一天去唱歌，然后就玩很嗨嘛，站在桌子上跳舞啊这样。然后就我朋友就发那个限动，哇，真的吵到要分开。哇，这个蛮大条的事情。谎言还是致命的地雷？那些我对另一半说过的谎。好，我们刚开始要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弄了一个共同账户。OK。然后因为毕竟我们要打算要生小孩啊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个基金啊什么。对，那时候就存了一个30万。OK。就讲说这30万是应急才能使用，都不能动，都不能动。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导演朋友，我的很好的一个麻吉朋友，然后他那时候是在深圳当导演。然后你知道那个疫情的时候，那边是全部就是全部封城，对，所以他就很惨，而且他好像刚买车，然后又刚有女儿什么的，总之就是很需要用钱。OK， 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周转一下？对，周转一下，但是多少？他开口就跟我借20，
哇塞！然后我就好，我就因为其实我欠他很多人情，这个导演算是我，因为我中间有回来台湾，其实那时候我没有车子，包括我刚开始跟太太约会的时候。开去跟他约会的车子，他借我的。哦，那真的是不同的情。对，所以他跟我开口的时候，其实我很难拒绝他。然后我就再三跟他确认说，好，我可以借给你，但是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准确你可以还的日期。他就跟我说2个月之后会还给我。那2个月到了之后，哎，问题来了，他说还是他没有想象到要花更多钱。疫情这么久。对，他就是说我现在只能先还你5万。但他有要还，只是说他说没有办法立刻还我。他就还了我5万，所以那个账户只剩下15万。然后我原本也觉得 OK 啊，那你就下个月，他就是跟我说每个月还我5万这样还。OK， 然后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，就是毕竟他有在还，而且他有给我原因，给我时间点，他没有逃避，是有诚意的。对。可是就在还我5万之后，我太太跟我说她妈妈要来，你知道，他要去担保他妈妈过来台湾，我们是要有押底金的。啊？为什么？押金是要押金的，就是说他妈妈如果他的逻辑应该是说，你这个外国人要来台湾，你必须要证明你身上有钱，所以你如果要来台湾30天，你必须要有3000块美金，才不会非法拘留。对，但是那个钱是你在申请的时候，你的账户有这笔钱就 OK 了。对，所以他需要多少美金？他妈要来90天，还要9000块美金，9000块美金，所以27万台币。对，所以本来是够的，所以我太太就说，哎，那你不要康啦。对啊，他就跟我说要9000块美金，然后我一下就想，我现在没有9000块美金。你刚刚是不是有点语助词啊？对，我说，你看，没有，你看，真的没有，不够了吧？对，不够了，你看不够了吧？所以他那时候要的时候，我就是脑筋急转弯，我就一直跟他一直拖。然后他跟我要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哦，我明天要工作要忙，等我忙完先，我再转给你。然后就忙完回家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你现在可以转给我吗？我说，哦，今天太累了，我明天再去转好了。就这样，很拙劣，因为我这样拖不了几天啊。但是他中间有忘记，他有忘记一段时间，1个礼拜忘记。你一直忘记，他也忘记，他妈就来不了了。然后我原本是一边在想办法，看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去这样子。对啊。怎么办？有调到钱吗？后来一定要调了。没有办法调到，没有办法调足。然后我太太，总之在我调足钱来之前就被他发现，他就自己去看了那笔钱，只剩15万。对，他就狂发飙，他就吵到快离婚，因为他讲说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信任的问题。他说他没有办法再信任我。对。哇，就变成大事了。对。哇，这个蛮大条的事情哎。那我值得拍电影哦。下一个是结婚3年的谁？我本身住花莲，所以我只要有工作的时候我才上台北。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上台北工作的时候，就是跟同事一起吃饭聚会嘛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他们就说，哎，我们等下要不要续团？然后我心想说，要不要去？那时候我怀第2胎，哇塞！然后我想说，这么难得上来，当然玩一玩呐。对，然后那天就完了，我就心里的那个想说，要不要去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好，我就去了。然后我那一天还跟我老公说，哎，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喽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就那一天去唱歌，然后就玩很嗨嘛，站在桌子上跳舞啊这样。然后就我朋友就发那个限动。哇 ，take 你白痴啊！发现没有 take 我，但是因为我太疯了，就是因为我是会站在桌子上，在桌子上，对，他看到我站在桌子上跳舞，然后每个人在旁边很紧张的那个影片，他就马上打过来说你现在在哪里？然后我就直接说还干嘛？我在唱歌。然后就说你现在给我马上回家，不然我现在就是马上坐火车上去找你。然后我就真的就是我就跟慧说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先回家了。然后我就回去了。可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之后，我就是再也不肯。那本来为什么觉得不能讲？我虽然没喝酒，但我玩很疯，他很怕我摔倒或什么的。对，他气的是这不能开玩笑，对，没有安全的问题。但是善意的这个谎言应该都会骗呐。会吗？我会讲，那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前任会答应你啊？对，他会答应我。为什么要骗？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答应我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不答应才会骗的，会答应干嘛要骗？哪那么麻烦？他对答应我，还骗他干嘛？可是有过一次，真的是有过一次就不会再第2次，就真的会老实讲，因为被吓到了，因为真的吵到要分开。哇，他不是 happy wife happy 那个吗 ？life。对，但是他没有 happy husband 啊。然后不是，对，
下一个说谎的朋友，我跟我先生其实这样加上婚姻，加上结婚的话，总共是13年，但前面有将近5、6年的时间是不讲的。这个就是他会打呼磨牙这件事情。为什么不跟他讲？因为我觉得好像算是一个男生的一个面子问题。那你自己搞得精神耗弱，你觉得 OK 吗？对，我就内耗，所以我后面发疯了。我说你怎么怪怪的嘞？找到病因了，找到病因了这样。所以呢，因为我是睡觉，我是不能有光、不能有声音的人。哦，你很浅眠，我非常浅眠。但是呢，跟我先生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一定要耳塞，而且我耳塞已经找过好几种牌子，哪一个是最能够完全听不到声？对。但其实就算我戴耳塞，我还是可以听到隔壁房他的闹钟声。天哪，太敏锐了吧！隔壁房的闹钟声，先生的闹钟都不会关的，都是我走去那边帮他关的。他睡得这么死？对，他睡得很死。所以现在的话呢，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个因为你的打呼跟磨牙，然后还有你翻身的大动作，让我没办法睡好，所以分床了。哈？分床。现在结婚后分床，就是我们搬到这个家的时候，我们分房睡，我才觉得天哪，婚姻超美好。精神状态好，精神很好，就是早上起来他不用再看着我的臭脸，然后现在出去玩，你都是一定要2张大床，我在最底，他也在最底这样。但同一个房间可以出去玩。我会规定我要先睡着，你才能睡。哦，对，至少要让我先睡着，因为我只要有打呼声一起来，我绝对睡不着。哦，好辛苦哦。这话好像今年我也听我老婆讲过。什么？她说等她睡着了，我才能睡。对。人亲瞒着另一半这件事就爱偷偷来。逛名牌店，然后就逛到一个哇，我看了很久，然后其他店都没有货，就那间店有货的东西。结账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柜姐讲说，哎，你们不要给我那个Chanel的袋子。结果我柜姐经验超丰富，她说来，我相信一定很多女人跟我一样。柜姐马上懂，到现在她都没有发现，但现在上节目就发现了，老公我爱你。好，班姐该你了，来结婚6年来，就是一个骗他一个减速的故事。减速？对，因为你说开车减速？没有，修减速。我们住在山上，速不是减速。我们的房子是2层楼，是1楼跟地下1楼。我们住在地下1楼，然后1楼有一个小公寮，就是跟马路是平面的，所以我每一次我出门的时候，我会看到有一排树这样子。那一排树呢，就在马路旁边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就停车在某一棵树的前面，停了1个多月。然后我其他的树旁边的都修剪得很漂亮，这棵树就越来越茂密。我每天看到我就生气，我就觉得，这个车都一直都移不开，我很想剪。结果很奇怪，他有一种第六感，他就说有一个周末那个车还在，他说。现在周末时间呢，你不要一直看那棵树，不准修剪那棵树。对，礼拜6很重要。反正我们就回家。他开始忙家里面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想说，我要去遛狗，我带女儿一起去。然后那一台车就开走了。好痒。我天哪！大好机会，对，我手好痒啊！大展身手。对了，他说。遛完狗，然后说女儿，你是不是想玩粉笔？他说我很想玩，我要画画。我说没关系，我所有的颜色给你准备好，那个粉笔嘛，我们就在马路那边粉笔给他，或者他那边画那个彩虹啊，画那个太阳啊，我就在那边拿我的剪刀那边修剪树啊，我2个都很开心的。然后剪完，因为我开心过头，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现在地上都是树叶。这样子我会被抓包这样不行。可是你做的是好事，为什么不让你做？因为家庭时间 ，Family Day， 我不能，他叫我不要做这件事情。太太已经在那边洗澡。对，他就是希望说，我们都要在一起，也要开心。礼拜六，反正礼拜6、礼拜天我不可以做我要想做自己的事，不可以。OK 好。所以我就拿一个公寮有一个桶子，我把那个桶子拿过来，我就跟女儿讲说，很好玩，我们就把这个树叶。放在里面，然后他也觉得很好玩，我们就这样玩。结果让他玩的有点脏兮兮，他全身都是泥巴树叶这样，他也流很多汗，因为太阳很大。
我想说。OK， 那这个解决了，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女儿在换衣服，完全没办法。对，我没办法，然后我们进来，哎，刚好她在吸尘器，呜，我就赶快，然后我女儿去房间去给她换衣服，然后她说，哎，为什么要给她换衣服？哦，外面太阳很大，流很多汗，我觉得她应该不舒服，我就给她换一套。他说哦，好，那没问题，那我们要家庭时间去逛街，说好，我们去逛街很好，然后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说他看到那棵树，很漂亮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看，这应该是那个吴大哥某一个旁边的邻居帮我们修剪他，因为那棵树也是他修剪的，那棵树也是他修剪的，他好会剪，你看现在路上好漂亮，太太有这么好骗？他就配合我，他配合我到1楼就是公寮嘛，他就这样瞄一下，他就看到我那个剪刀，哎，刚好插了一个树叶在那边，他说，哦，吴大哥是不是？你不要跟我逛街，你自己去逛，你过你自己的家庭时间，不在乎是不是？我这样也是发飙啊！最后我也受不了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就是要修剪那棵树，我不修剪怎么办？我等了1个多月，就剪这个。这个车一开就这样子，你看我修剪之后，刚刚是我从另外一边的视角嘛，比较好看呢。这个是我家里开门的视角。我没办法看那种猫咪在我家面前。这是某种强迫症吗？对。邱友玲，你觉得他们家有什么新的问题？好像跟一般夫妻问题不太一样。这听起来有危机吗？我听起来没什么危机啊。应该是2个人的行为触发到彼此的深层的潜意识。什么潜意识？像太太来讲，太太就会很执着在说，你为什么为了那棵该死的树来牺牲我们的家庭的生活？那太太就会觉得说，你这样子就是很不爱我们。但是从班杰的角度来讲，他觉得说，哎。我去修树啊，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，你为什么要那么生气？但是其实我猜哈，太太可能还有一件事情是比你骗她更在意的，就是你跟女儿联合起来骗她。哦，他共犯结构。那这个双方都有调整的地方啦，就是说，其实班杰可以调整的，就是说，哎，他可以跟太太以后碰到这种情况，可以跟太太讲说，那我可不可以什么时候修？那太太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，就是太太不要把事情放大，例如说欺骗就等于不爱我们，这个等号2件事，对，这个等号画的不应该这样画上对等的关系，太严重了。这听起来到目前为止，它是个比较 safe 的事情。对，它反而 safe。对。我们下一个小胖姨，有一次我去法国出差，然后工作很顺利，案子很顺利嘛，然后回程在机场。我在香港机场转机，然后就看我就逛名牌，我逛名牌店，然后就逛到一个哇，我看了很久，然后其他店都没有货，就那间店有货的东西。是个鞋还是包？项链。哦，项链，对。外双膝啊。外双膝啦，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在那个柜上的时候结账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柜姐讲说，哎，你们不要给我那个Chanel的袋子，然后他们就给我。多少人要那个袋子？牛皮纸袋，对，那袋子很珍贵，而且很厚，那一根应该很贵。可是我就说你可以给我牛皮纸袋，结果我柜姐经验超丰富，她说来。我相信一定很多女人跟我一样，柜姐马上懂，对她马上找出牛皮纸袋给我，size 刚刚好。然后到我回到台湾机场，然后我老公来接我的时候，他还帮我说，哎，这要不要帮你拿？我就好帮我拿。然后回到家到现在他都没有发现，但现在上节目就发现了，老公我爱你。花你自己的钱发现会怎么样呢？对啊，这怎么了？可是就是不想让他觉得我乱花钱，因为毕竟是我觉得名牌找了好久，然后只有那家有吗？所以你冥冥中也觉得自己乱花钱啊？就名牌是奢侈品，他可能会觉得是奢侈品。那条项链多少钱？要现在讲出来吗？我觉得跟多少钱有关。讲看嘛。外双膝的项链应该多少钱？10几万。要不要6位数？不用到10，但接近。就是那可以啦。你自己工作赚钱，然后但是你什么时候可以戴？对啊，你戴他基本上好像没有在看我的 IG 啊什么的，所以你有戴过，所以我有戴过，他应该也不会发现。我觉得男人看，男生应该不会发现。对啊，连烫头发他也不会发现，剪头发他也不会发现。老公他发现如果没有发现，如果他不小心发现到的话，就可能会有问题哦，因为老公会觉得为什么你有这条项链是别的男生送你？是不是？对，我也这样想。对啊，我觉得
的。如果老公真的有发现的话，可能会变大问题。违反家规被抓包，只能靠灵异现象脱身。我老公是一个节能斗士，室温如果26度了就不能开冷气。他就有一天呢，就带着我女儿去放那个风筝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管他的，反正一下下我就拿起来那个遥控，就直接点了就是那种制冷，我就很安心的睡觉。后来我就听到，滴，然后我老公居然给我用那种眼神哦，眯眯眼这样，啊，这么冷，这里怎么那么冷？这里有鬼。如果老公真的有发现的话，可能会变大问题。不然你就某一次你生日的时候，你说家给你一个红包，然后你就说你用这个买了一条项链，他也不送我生日礼物。那还要继续。他这么没有在关注你，你要不去做个塔肚，你做个刺青好吧，弄在背上，弄在手，弄在这个什么人鱼线里面这样。他应该也不会发现，他应该没发现。那培培说过什么谎？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听一下。来，你先来。我就是我老公是一个节能斗士，他就会觉得说节能斗，你用斗士啊？斗士，他很可怕，他就是比如说这个月的那个简讯那个电费来了，他就说。来，大家拍拍手！我们这个月的那个账单金额比上个月少300块，然后我跟我女儿就要这样，哇，耶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让我女儿养成好的生活习惯。我们要鼓励她，就都随手关灯啊，什么随手关冷气什么的。然后所以他就跟我们说，26度室温如果26度了就不能开冷气，以及跟公家机关一样，对，就是你冷气不能调低于26度。然后他就有一天呢，就带着我女儿去放那个风筝，我就在家里非常认真的、很贤惠那边搬那个床啊，然后用那个洗床单换着整个这样子，流了好多的汗，我就坐在那里，我就想说，我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热了，连调个冷气都不行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会不会是冷媒不够了？我就觉得这算是它的什么功率会慢慢的，就是冷媒要换，然后冷气机要洗。对，总之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怎么会这么的热？这样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管他的，反正一下下我就拿起来那个遥控，就直接点了就是那种制冷，就是最强的强力。然后我就一按了之后，突然觉得哇，换了新床单，那18度，这太舒服了。睡着了。对，我就睡着了。然后就反正我家事也都做完了，我什么都用完，我就很安心的睡觉。后来我就听到滴的声音，我就吓醒了，我就想说。完了，对，完蛋了，我冷气遥控节能斗士回来了，对，节能斗士回来了。然后按的时候还不灵光，还要这样敲，怎么办？然后调到26度，然后放回原位的那一秒钟，他们刚好门就打开了，好惊险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回来了，好玩吗？这样，然后我老公居然给我用那种眼神哦，眯眯眼这样，啊，这么冷。这里怎么那么冷？这里有鬼，就这里有鬼，查什么呀？还会这么冷吗？就是才这么冷啊！对，有鬼，旁边有人哦，这么冷，这样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眼神就不对啊，感觉有发现了。其实我不太喜欢说谎，但我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种反应，对，自我保护，就是一个反射动作。我就说，哦，不是说有台风要来了吗？这样，然后台风。台风，对，好容易被发现。我老公就说，我老公就拿起遥控器说，遥控器上面显示26度，但是它会显示现在温度，就是遥控器会显示对是现在的温度，对，22度这样。我老公就说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我女儿就很白目，还在旁边说，啊，你说谎。我说小朋友有一阵子会超白目，他会一直说骗人，我看你就是有这样。没有，然后我就说有，你就是说谎。然后我老公更生气，因为我老公就是不喜欢我们在小朋友面前说谎。对，我觉得你不能再沉默。你觉得这时候，好了，老实讲了，有个老师说我卡到2个，所以真的有鬼，就是有鬼才会这么冷。我所有朋友之后跟我在一起讲话就都会感冒。你这样讲就很自然，但我只是讲个说什么，我很自然，演得很自然，演得很自然。你真的相信对不对？我相信啊。你讲的时候你真的相信。我相信，我会卡到2个。好可怕！你看平常我手脚都冷的。哇，真的。对啊，有没有？所以从此以后就是什么要出门啊或哪里，我女儿就会说：“妈妈，你有没有关冷气？妈妈，你有没有？然后北极熊没有冰块战斗是你害的。”这样，然后
他们就说地球北极熊没有听，好大的责任哦。压力好大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就是一个千古罪人。我老公那一天，我老公其实脾气很好，但他那一天就是完完全都不跟我讲话，就说晚上了要吃什么？他说我不吃，你自己吃这样，然后就继续用他的电脑。气成这样子，我觉得好严重，所以我就觉得讲一个谎好麻烦，以后干脆都诚实。那你应该很喜欢来我们这摄影棚啊，随时都是15、12度的。真的，没有生完小孩之后，你又怕冷又怕热，超难搞。邱咏妮有这个也不是一个多大天的，也是什么小鸟事儿，对不对？但是她老公为什么这么生气？是因为她老公其实是被吓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说，为什么昨天你还在跟我们一起庆祝账单少了300块？你那么 on board， 那么赞成我的这种节能救北极熊的行动？你自己都？他先生在我们心理学的术语讲叫做认知失调。哦，认知失调，认知失调就是说他以为佩佩是这样的人，结果发现他不是然后他就开始脑补，那以前你是不是都在迎合我？哦，你其实不认同我，你只是纯粹敷衍而已。对，那这有解法吗？他可以老实说，我真的快热死了，我热到不能思考了，不能这样。就是苦肉计啊。我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要他就可以了吗？我觉得这样子，哇，真的好热啊！我还要这样子，真的很热，我一定要开冷气，我一定要调低一点。你是说在北极熊死之前，可能我会先死？对啊，我就是北极熊还没死，我已经死了。真力与综艺大哥私约意外露馅，没人能救。跟瓜哥就约了我打麻将，约下午1点。那我想说，对啊，我已经在台北在台中待3天，你就当通告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叫公司传一个讯息来，我就说，我没有工作，因为我忘了教学观摩，所以我答应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妈妈不能去，爸爸可以去啊。然后呢，他去观摩之后，他就打了个电话给我，瓜哥就看到电话上面写西德，他就把它接起来。哇，完蛋了！他们这个问题，邱咏妮都不见得可以处理得了。你是说在北极熊死之前，可能我会先死？对啊，我北极熊还没死，我已经死了。你是想看到北极熊死，还是想看到我死？我老公他当下在调的时候，真的就跟那个医师说的一样，我老公就说，我可以接受调到24度，但是我不能接受你说谎。他真的就是这样子讲。对，好了，各位学姐来了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我们这屋子里面的老司机，之前就是 Sky 还在念6年级的时候，大概就是5年前了，因为他现在升高2。然后那时候因为学校就是通常会找家里就是陪读观摩会吗？对，教学观摩，就是你要看老师是在上课上怎么教小朋友的，所以很早在开学没几天就已经会确认这个时间。那时候他就写说是个礼拜3的中午，就中午以前要去就对了。然后呢，那你知道我其实回台中没有朋友，所以其实我在台中真的很无聊。我回到家就是在家里，然后我就是为什么不建立新的生活圈呢？对啊，为什么不交一些台中朋友？我跟你讲，年纪到一定的程度，你会懒得交新朋友，因为你会觉得我还要去social这个人干嘛？我要去重新认识一个人很累。我会比较想要跟比较熟的朋友在一起，所以通常大概在台中待到2到3天，我就会想回台北。想回台北要有工作的时候，我就会跟公司说，我明天很想回去，可我知道没有工作，可是你传一个简讯来说明天有工作，制造假工作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好。那时候就为什么我会想要回去？我叫公司讲，是因为刚好隔天瓜哥就约了我打麻将，约下午1点。那我想说，对啊，我已经在台中待3天，你就当通告了，就当通告，反正就当瓜哥发通告嘛，我就回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叫公司传个讯息来，我就说，我没有工作，所以我说我今天星期2晚上最后一班高铁我就要回去台北，因为我这样明天早上起来。礼拜3教学观摩。对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我忘了教学观摩，所以我答应了要去打麻将这件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妈妈不能去，爸爸可以去啊。爸爸也可以去啊，问你叫什么都妈妈。好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不是因为我明天真的有工作，我如果听完教学观摩再回台北，我录影就迟到了，所以呢，干脆换你去好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好啊。然后呢，他去观摩之后，他就打了个电话给我。然后可能要跟我讲说今天开会怎么样啊，什么大概什么内容，要打给我的时候呢，殊不知我那个电话是开有声音的，我就放在桌上，我去上了厕所，
然后瓜哥就看到电话上面写西德，他就把它接起来。哇，完蛋了！西德，什么事？他说郑丽去上厕所。哎，叫你老婆不要赢我们那么多钱呐，好不好？不要赢那么多钱的啦。完蛋了，大变康哎！然后西德说他在你们家打牌。他说对啊，我们在打牌，我们昨天约的。他说哦，他说好，那没事了，就挂掉。他也没有揭穿。他没有，他因为瓜哥毕竟是我们的长辈，所以他也不会说生气干嘛就挂掉。那挂掉之后，我出来戏的时候，瓜哥就说，你老公打给你，打给我，那怎么？我说你接我电话，我干嘛接我电话？他说不是啊，我看他反正认识嘛，完了，打个招呼嘛，心一凉。靠，我骗他你这样你害我以后就不能来陪你打牌了，都你了，你这样穿帮。那可是当下我也不敢打回去给西德，因为我想说我还在打麻将，这样不好打去，等一下会吵架或干嘛，这样麻烦。所以呢，我就在打结束之后，在车上要回永和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他说，我还坐在，找我吗？干嘛？今天开会开得怎么样？还没，这马上运气是很好的。他说你是为了打麻将不去，这个是很早就已经讲好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全部去的都是妈妈，就我一个爸爸。然后被念15分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说你真的就反正他也是一直念的，那我就就是反正你知道电话嘛，对不对？就放旁边就好。生存之道。这个事情本身听起来比较严重，但他的态度更轻松，反而危机感没有关节这么重。很好，就是装没事，他就没事了。就是装没事就好。婚姻之道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没事。因为以前我也很讨厌我老公，就是去应酬干嘛，我也会生气，喝酒啊干嘛，很晚回来我很生气。然后可是他回来就给我装没事。然后说我是睡在外面吗？我有回来啊，而且12点以前呢，你还要生什么气？好像挺有道理。然后第2天起来就当完全没有，昨天没有这件事情发生。我发现这招真好用，我就拿来用。这算是恐怖平衡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俩没套哦。我知道，他是恐怖平衡。我真有在用心对他，没有真的恐怖平衡，好不好？我还是有点用心。这个还需要邱玲老师解析什么吗？不需要，他们自己开心就好了。因为他们这个问题，邱永林都不见得可以处理得好。真的。我们也需要放松一下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想放松的时候。对啊。而且如果2方都能接受，像他们找到了他们相处的方式，我觉得那就他们开心就好。就一对一对，也不都在找到自己相处的方式吗？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夫妻之间那种诚实的频率啊，能够坦率的活着，谁不希望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张玲老师，谢谢陈教授，谢谢主角，平安顺利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